就在今年的1月15号的时候呢，这个 Kun Chayut 本身也算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的 speedboat， 所以呢，他非常清楚船的构造。他讲，第一，人不可能在船尾小便；第二，从船尾掉下去呢是不会被螺旋桨吸入的。他讲，如果明天任何人从船上掉下来，然后被螺旋桨割到，他就会给那个人2 million。他相信这种状况，其实死者并没有得到他的正义啊。他也表示，船开一定是往前的，人就算掉下去，他也是会往后被推出去的。1月16号，今天Kun Ajaria 他们模拟了案发当天船上的人所谓 Dangmo 因为小便而掉下船的实验，总共会有6个人参与，5个人模仿 Dangmo， 还有1个就是模仿 Sand。而这5个人呢，分别是来自 Miss Grand 的，其中1个是 Diver 老师。而这5个人呢，都是根据 Dangmo 的身材高度来模拟的。当天早上呢，他们4点就开始准备了，包括化妆、发型、服装等等，全部都是根据当时 Dangmo 的样子来弄的。他们化完妆过后，在8点的时候呢，开了一个记者会，其中到场的人呢，包括 Kun Ajaria、Dr. Dawachai、Professor Bante， 还有 Boss Nawat。Before 他们出河之前呢，他们有先练习看到底能不能像 Dangmo 当时的样子这样小便。所以可以看到的呢，现在第一个做实验的是 Nong Boy， 他从左侧边掉下去，并没有被螺旋桨打到。你可以看到他掉下去的时候呢，是那种直接被推走了。第二个是 Nong Fa Babi， 他虽然没有像 Nong Boy 这样子掉到这样大力，可是可以看得出他是像 Nong Boy 一样直接从旁边掉下去的。第三个是 Nong Farin， 他看起来比较像是要站起来然后掉下去或者是跳下去啦。第四个是 Nong New York，他掉下去的方式也是很 soft 的，他就是放手直下而已。话说他做了2次的实验，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说到1、2、3，他就跳下去了。可是呢，他说他听到有人算1、2、3，他才跳下去的。很明显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在他耳边那边 whisper， 虽然他讲的是 whisper 啊，可是我们可以从 video 里面听到，确实是有个女生算1、2、3。另一个重点是，船上当时只有2个女生。而这2个女生呢，就只有她还有另一个女生努湾。努湾表示呢，当时她并没有算1、2、3。当New York跳下去的时候呢，她反而还讲还没有，就是还不要跳的意思。第5个做实验的呢，就是努湾。她虽然是饰演 Sam 的角色啦，可是她还是有去做这个测验的。当时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穿救生衣，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运动员。另外，他也有说，当他饰演 Sam 的时候，他坐这时是没有看着 Dangmo 的方向的。他讲他坐这，可是实际上我是觉得他比较像是躺着啊。他表示这样子坐着会舒服吗？这样子景象不会痛咩？何况我那个船是那种速度这样子开啊，船头向上，船尾又向下，他不会怕掉下去的咩？第6个人是 Rita 掉的方式呢，也是直接放松直下的。他当时也是没有穿救生衣的，因为当时 live 可能有人质疑 Dangmo 当时并没有穿救生衣。你现在做这个实验是不是也就不符合当时的状况呢？所以之后他们应该是有商量，然后就是做了以下的决定。而最后呢 ，Dr. Dawachai 又做了1次的实验，原因是因为前一天他自己做实验的时候 ，comment 有人讲他掉下去的方式并不符合 Dangmo 当时的状况，所以他又做了1次的实验。Before 他做实验之前呢，记者有告诉他 ，Paul 不知道是 Paul 还是 Sam 啊，不懂是谁，因为听得不是很清楚啊，有叫他抓着。Dr. Dawachai 就有讲，他想知道他到底是要抓哪里，因为他所在的位置距离那个座位又远，根本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给他抓。总结来讲，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是被螺旋桨割到。另一方面 ，DSI 的执法人员当时也是有在现场一起观察。如果回到这个Nong Boy，有说到，当他掉下去的那一刻，他认为不可能船上的人不知道有人掉下船了。船的速度并没有快到那种程度，不管你怎样躺着玩手机你都肯定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另外呢，Nong Fa Babi 讲，当时他掉下水的那一刻，他身体是被推出去的，他180%肯定掉下去的人肯定没有机会被螺旋桨伤到。第二，在这个地方小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蹲下来的时候，那个河水其实是已经在他的腰的位置了。更加重要的是 ，Dangmo 是明星，他真的能够接受为了小便让整个下半身都湿掉吗？他觉得是根本不可能啊。然后New York 也有表示，他当时想象如果他已经醉了，然后又要走过去船尾啊，还要蹲下来抓着朋友的脚，他只是用感觉在走。当他蹲下来的时候，同样的水也已经差不多去到他的腰的位置了。
他质问为什么会要去船尾蹲下来小便 ，when 他蹲下去的时候呢，已经湿掉了半身。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走 when 我们都已经是不清醒了？他的应该算是最贴近现实的了，他只是放手然后直接往后掉。他有讲的，他已经是让自己很靠近 engine 的位置了，可是因为船的速度是8 knot， 不管怎样呢，他都是原地掉，船就是直接开走，也就是会把他人推出去就对了，所以不管怎样都不会受伤。Rita 也是有讲，当他掉下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 feel 到有吸力，反而是把他人推出去，船也是往前开了，根本不会碰到螺旋桨。在同一时间呢，由于警方早前说他们在船上不同的地方找到了 Tangmore 的头发，这件事情呢 Kun Ajaria 就去做了一个实验呐。最让 Kun Ajaria 觉得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警方在头3次检查了船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头发，为什么需要第4次检查的时候呢，警方突然间找到头发嘞？他认为既然警方都这样讲了，他就来做这个实验看看。他就拿了一个人的3条头发，分别摆放在警方所讲的位置，然后开船出去湄南河，测试看看到底在那种强风又大浪、河水又急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贴在上面，直到警方找到为止。这3个地方呢，分别是在船尾的左侧、螺旋桨，还有靠近船尾高那椅子的位置。反正总结就是，他好像还有另外放了10条左右，可是出去回来过后，一条都没有找到啊。在早期的时候呢，警方有讲在10点32分的时候，船上还有6个人。可是从另一个 CCTV 的角度看，Mr. X 有解释只有5个人在船上。Kun Ajaria 表示 Sam 当时根本就没有坐在船尾，而 Tangmore 早就不见了。而这个 video 法院有看过，法院看了之后觉得不管是怎样 adjust lighting 还是根据隐私来看都好，船上当时就只有5个人，并不是像警方所讲的6个人。警方在法院给的证词 ，CCTV 里面的影像只能看到影子，并不能明确的辨认身份，所以不知道死者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Kun Ajaria 表示，调查人员把责任丢给医生，然后医生又不知道要丢给谁。一下子调查人员说是我是根据省长的 order， 省长说是我根据指挥官的 order， 反正就是把责任丢来丢去就对了。另一方面 ，Dr. Dawajai 觉得最奇怪的东西是，当时 Tangmore 跟 Gradik 拍照时，他穿着外套，然后又有人讲 Tangmore 当时没有穿外套，可是找到尸体的时候又有外套，所以到底是怎样？是有穿还是没有穿？而当他们问 Sam Tangmore 当时小便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穿外套， Sam 竟然回答他忘记了。忘记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你们可以自己想想看啊。然后 GPS 显示10点08分是当他们经过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附近，可是后来警方说是假的，真正经过的时间是10点11分。而 Dr. Dawajai 表示为什么要改掉嘞？他认为是因为他们要 match 跟 Gradik 当时拍照的时间，就是10点13分。关于 Tangmore 的电话 ，before recover 之前所有的照片只到24号凌晨2点42分而已。而 recover 之后呢，发现其中有包含很多在船上的照片。Dr. Dawajai 也发现了23号的时候 ，Tangmore 手机里面有很多船上不一样的 pose 的模特照片。我很久以前应该是有讲过来的啦。他认为这是工作，并不是像 Gradik 所讲的普通聚会那样。其中他也发现了 Tangmore 的 line message 有很多是被删除了。关于螺旋桨这一个 part 呢 ，Dr. Dawajai 讲，那个螺旋桨一共有3片，1分钟里面呢，它可以转整1000次，是很快的。所以每当它转1次，就代表会割到3次。所以很明显的 ，Tangmore 的伤口并不符合。Professor Bante 讲，右脚内侧根本不可能是螺旋桨造成的，而且根据之前 Kun Ajaria 的 case， 也就是警方有告他诽谤罪的那个 case， 法院亲自跟法医拿到的口供，如果右脚内侧的伤口是螺旋桨造成的话，这样同样的左脚内侧也一定会有异样的伤口，单单只是一侧有伤口是不可能的。然后 Dr. Dawajai 也是有解释，因为螺旋桨呢是有一定的弧度的，也就是当它在转的时候，它割到肯定会是有一个弧度像 S 一样的伤口，而不是像 Tangmore 一条直线过的伤口。
而当天呢，他们也有 call 给 Bang Jack 关于 Dangmo 的电话是不是要卖，而且是要卖多少钱。而 Bang Jack 有表示说呢，他不会卖，他会直接把电话交给他们，帮助 Dangmo 的 case 啊。他也表示他只相信 Dr. Dawachai Ajaria 还有 Professor Bante 而已。Professor Bante 是很直接的要跟大家讲哦，第一，船在走的时候是8 knots， 这种速度对于一个女生在船尾小便是不适合的，尤其还是女明星。他有讲，就算是普通人也不适合这样子。第二，有人问，怎么不掉这里，怎么不掉那里，怎么不要这样掉？他讲这不是那个 point， 而是 Sam 的证词说他看到 Dangmo 从左边掉下去，然后所有船上的人第一次在 Hong Kong Sam 说没有看到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一掉下去就不见了。他说手有打到 engine 或者是抓着 engine 根本不重要，因为法医报告已经检验过了，并且发现第一没有任何指纹或者是 DNA 在 engine 上面，这样就已经证实了其实没有人抓这了。第二，在后座位呢并没有任何 Dangmo 或者是 Sam 的 DNA 和 genetic code， 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可疑。他也再次告诉大家，当船在动的时候，船头会起来，船尾会下沉，就连走路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他说其他人可以自己去测试看看，从旁边掉下去看是有多么的难。他也说关于 Dangmo 的衣服 ，Sam 一开始说不记得，然后在节目上说他眼睛痛，然后把 contact lens 脱掉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过后又讲说他一个人看到，他也质疑如果你什么都看不到的话，为什么还能够看电话？他也指出呢，今天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哪一个女生会愿意在男生面前露他们的私密处。而且还要在那种蹲下来半身就湿掉的情况下。他也讲今天 Paul 跟 Sam 所讲的话是很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的。然后他想问 Paul， 一开始 Paul 讲他当时在开船，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3年过去了，现在竟然可以看到整件事情的发生。假如说他看到抓着 engine 啊，还抓了10秒啊，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在法院里面讲出来？还有讲，就算是现在像 Paul 这样啊，讲抓了10秒嘛，这样为什么 Paul 不去帮 Dangmo？ 讲真的啊，如果你要讲10秒，我们听起来虽然会觉得平时这样会觉得很快啊，可是你自己开 timer 算一下啊，它是真的一点都不快的哦。另外，他有强调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跟 May 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刑事案，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发一个 complaint on 这个案件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真相。在同一天呢，应该是傍晚这样了 ，Paul 跟 Sam 也是有出来讲话。Paul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呢，他有表示非常感谢他们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实验给全部人看。接下来呢，他就做了一连串的 presentation 给记者们看啊。他解释你一掉下去的那一刻呢，你一定要先抓着，但是如果你直接掉，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啊。不懂他是要 brainwash 自己还是怎样，因为他重复了好几次掉了要抓这个句子。而他呢也是有一个疑问呐，他有讲，如果你要模拟当时的状况，可是又不能模拟跟当时状况的180%，这样子的话，你模拟来做么？如果你要掉下去，你一定要往侧边，可是不是45度往外掉哦，他强调是要往 engine 那一侧掉哦，然后一定要抓着，要抓着最少10秒，因为那个螺旋桨会转。我不懂他是要怎样硬掰啊，可是你想一下啊 ，Dangmo 会游水了哦，他有至于冒险不顾自身的安全，然后就是非得要抓着那个底部有螺旋桨的 engine 都不要直接放手掉进河里面嘛。他也强调 Sam 已经讲了3年 ，Dangmo 掉下去的时候是有抓着的，这样的话你在做模拟实验的时候也要尝试抓啊。然后从这个照片呢，他是有讲说你这样看呢是可以看到那个螺旋桨是可以达到那个脚的高度的。如果你要模拟，请你们尝试往下沉，看看脚到底能不能达到那个高度。另外，他解释关于那个船头往上，船尾往下，他说是因为船刚开才会呈现的这种样子。当船去到某个 point 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flat 了，就是一条直线这样子。然后对于 Sam 来讲，他觉得这个模拟只是一个 drama 概念，当做娱乐就好啊。因为这个模拟根本跟事实差太远，他不知道这群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为了要寻求公正呢，还是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而从中获得利益？他也再次强调，他不确定是怎样，他只是要大家听了自己想想。最后呢，记者也是有问 Paul 跟 May 还有联系嘛，他表示有联系的。May 是一个很 lovely 的长辈。
他们暂时没有谈论任何有关于模拟实验的事情。记者说，最近有跟 Matt 谈到 ，Matt 表示说呢，他还是很生气船上的人。Paul 回应，因为 Matt 是长辈，所以可能情绪上面有起伏不定的时候，可是他们还是很爱对方的。Matt 也从来没有骂过他。Boss Nawat 有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只是为了帮助 Tangmo 找回真相，也是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恢复正义。他认为未来还是会有很多案件的事实是被扭曲的，就因为有些人的等级很高，很有影响力，甚至是因为很有钱，而让案件不了了之。他认为这次的模拟实验并不是要证明到底有没有被螺旋桨打到，因为他坚信 Tangmo 并不是从船上掉下河而失去生命了。所以还有跟大家讲，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去 argue 一些有的没的，像是模拟实验跟当天并不一样，可能是一个在白天啊，一个在晚上啊，又或者是人是不是太靠近 engine 掉下去的时候是不是离得太远等等的说法。他认为大家还是去寻找 Tangmo 是在哪里被杀死的，会更加实际一点点。他也说，今天的模拟实验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像 drama 一样，只是当做娱乐而已。这是为了让泰国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认为，如果今天我们带了朋友去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呢，就是快点通知所有的人打191。开灯找人在哪里，做我们都能够做的东西，这些都属于很正常的，因为每一分钟呢都是他生死的关键。可是他们的行为就像是毫无感觉，好像有什么隐藏的事情，一直要 delay 来来回回，等下又去油站 meeting， 等下又回家睡觉。如果这是真实的事情，不要跟这样子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缺乏正常人的自然逻辑。其中他也是有调侃 Matt 居然可以对一个害死他女儿的人这样好。但是他讲这个是他的事情，可是现在是刑事案件 ，Matt 没有那个权利管这样多。他也扬言他不害怕任何人，他100%相信这个就是谋杀。根据当时的 GBSA， 在2月24号9点51分的时候，船一直在蝙蝠寺庙的附近绕，然后停留了一阵子。Kun Ajaria 质疑为什么要去那边呢？从这地图右上角是拉玛七桥，然后右下角是 EGAD。红色那边呢是 Tangmo 死掉的地方，左下角就是蝙蝠寺庙。蝙蝠寺庙跟找到 Tangmo 死掉的地方距离只有450米吧，是非常靠近的。而他也说，这间寺庙有沙，跟 Tangmo 肺部的沙呢是一致的。他表示那间寺庙的 area 有沙、有泥，也有叶子。which mean 当时船上的人要把 Tangmo 的尸体在那边处理掉，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把尸体丢进河里。也许 Tangmo 就是在这间寺庙里面死掉，也不一定。这是他讲的啦。然后龙坡讲呢，龙坡就是那个和尚这样子的啦。寺庙确实是有冷藏箱。当记者问到24号晚上到底有没有任何的船来租借冷藏箱的时候，龙坡明确的表明当天并没有任何人来租借冷藏箱。他讲寺庙总共有3个冷藏箱。如果有人要来借冷藏箱，他肯定会知道，因为一定要告诉他，而且你必须带有关于到死亡相关的文件才能够租借，并不是随随便便开个船过来就可以租借的。关于 Kun Ajaria 说有人过来这个寺庙，他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情，这个寺庙很安静的，应该是要讲说是没有什么人会来啦。另一方面呢，记者有去询问住在Wat Kang Khao的一个安哥，这个安哥讲当天 Tangmo 掉进河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因为他是在船上睡觉的。如果人绑在蝙蝠寺庙的岸边呢，一定会听到狗吠的声音，因为那个 area 有很多人都有养狗。关于 Tangmo 肺部的沙，这个安哥有用一个3米左右的 paddle 往下钻，然后拿起来，得到的结论是它是一种 clay 的土壤。他说大部分蝙蝠寺庙的 area 都是像这样子的土壤。关于 Tangmo 头发跟衣服上的叶子，安哥讲风吹的时候呢会掉进河里面，当叶子有一定的重量的时候因为增水嘛，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也有可能会粘在 Tangmo 的身上。他讲 Tangmo 不一定是在这里被杀的。另外记者有问到呢 Tangmo 的脚的伤口有没有可能是被螺旋桨割到，他讲有可能，可是不是掉下去的时候割到了，而是之后他们寻找 Tangmo 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绕来绕去啊，然后被螺旋桨割到的。因为当时太黑了，所以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他讲他真的是没有撒谎，他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人。另外一方面 Nit，OK， 这个人应该是大家都懂啦，就是当初说在水上漂着的是木材，然后可是大家讲其实是他见死不救啊，又或者是特地绕一圈去看一下 Tangmo 到底是不是真的死掉的那个男生。
他说当晚的时候，他是在捕鱼，同时他也看到那些 speedboat 啊，在那个拉玛巴桥那边来来回回3次左右，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隔天他才知道原来是有明星掉进河。与此同时，他也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不寻常的事情。他依然坚持说，当晚在河上漂浮的确实是一个木材来的。由于之前有个片段看到 Job 跟 Robert 在那边甩那个鞋子的时候，当时有人质疑是不是把沙甩出来。搜救人员表示 ，Job 跟 Robert 在甩鞋子的时候呢，并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甩出来啊。他们也不懂船上的人到底在甩什么。接下来呢，不懂有没有讲过，我就大概讲一下。他们也查出湄南河附近是有一间 hotel， 那边是有沙滩的，可是那个 area 是私人区域，而且 under construction。居民也表示没有办法把船停在那边了。为了证实湄南河到底有怎样的土壤，以及 Dangmo 肺部的沙是哪里来的，新闻台就有去找了一个叫 Uncle Sam 的人。据说他有自己的 equipment， 是可以帮人家找回遗失物品啊，像是掉进河里面的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等等，算是蛮有经验的一个人。一个区域是差不多距离岸边有10米的左右，水深8米的，找到了一些碎石，还有一堆垃圾跟一些黑泥。第二个区域距离岸边差不多有15米的，水深10米的，也是有找到粘土，可是没有找到沙。第三个区域呢，距离岸边20到25米的，水深15到20米的，开始找到沙掺一些泥。第四个，据说这里是当时 Dangmo 从船上掉下来最靠近的区域，距离岸边差不多有40米的，水深是15到18米的。这个区域呢，就找到了沙，就有一些粗沙掺一些碎石。阿克sam说，湄南河总共有5种不同的土壤，可是要看它的距离还有深度。因为不一样的距离跟深度呢，都有不一样的土壤。如果根据现在看的话，最有可能那个沙是来自第4个区域的。另外，关于叶子，找到 Dangmo 尸体的时候呢，叶子是在他头发跟后背的。Uncle Sam 说，虽然河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叶子，可是数量非常的少。大多数的叶子呢，最多会从岸边那边飘到去河的距离大概20到25米的左右，多数的嘞都会在10米的左右而已。另外事情呢是跟案件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就是比较玄的东西。Professor Bante 有讲，每一次 Dr. Dawachai 去任何跟 Dangmo case 有关的地方，他都会发现有一只黑猫钢桥在那边，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的。包括 Kun Ajaria 有时候在弄文件的东西的时候，也是会有猫出现在那边到处走。以及有一次他自己本身去拉玛巴桥的时候，也同样会有一只黑猫出现，而且还会看着他。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有把这一幕拍下来了啦。สูงสวรรค์ต้องมี